呢，严格意义上讲呢，它不是一种颜色，它是整个色系，它既有玻璃的通透感，又反射着金属的光芒，所以这种颜色呢特别独特。它从坚硬中呢透出柔和，又从稳重中呢变化出热情。好，很多人说我不太喜欢这种布灵布灵的颜色。其实呢，你第一眼看到小米9的时候，它是天蓝色，像蓝天一样的安静，绝对是沉稳低调的高端范儿，甚至有点不起眼。当你再看它一眼的时候，它像彩虹，像极光，像水波纹，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从不同的角度，当有不同的光扫过的时候，它都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美。这就是小米9。你感觉它从安静到冷酷，从灵动到狂野，它的变化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呢做了几张小米9的渲染图，后来呢发现很难表达，最后呢是用的实拍图。当用这种实拍图的时候，你就能发现这种美。其实当你拿着小米9在你的掌心的时候，你感觉这部手机在呼吸，它发出了流光溢彩的光芒，整个手机呢显得特别的灵动。这是一张模特的拍摄图，特别灵动，所以整个小米9你是非常难以表达小米9的这种颜色的。那么全息幻彩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门票，这个门卡都是用类似于全息幻彩的这种感觉做的这个门卡啊。全息幻彩呢，这个工艺有点复杂，我们是在全曲面的玻璃上加了一层纳米全息纹和双层纳米镀，这种工艺还是非常的复杂。我先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纳米全息纹。纳米全息纹呢也是今天工艺难度最高的一种膜片的加工技术。整个小米9呢，这个膜片呢有110平方厘米，每平方厘米呢有9900多个阵列点，每一个点呢都有150几条光栅，纳米的光栅。这样的话呢，整个背部呢有1.7亿根纳米的光栅。那么当光线打到这个光栅上，这个光栅通过衍射所展现的光影的狂想曲，所以呢它的颜色会非常的漂亮。它是光影组成的一种狂想曲。其实它的背部是天蓝色，当这个光影打过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我们的设计师呢还注意到呢，最近奢侈品行业也用了很多这些布灵布灵的颜色啊，它会偏紫色，所以呢我们的设计师又做了全息幻彩紫。这一部手机很多人看到以后唯一的评价说爱死这款手机了。我呢请摄影师呢拍了几百张照片，他们说真的很难拍出来，这是我挑中的唯一一款我满意的照片。为什么呢？他们说太亮会显得发灰，太暗又拍不出这种灵动感。真机的颜色远超过了照片和视频所展现的魅力。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又加了2张图片啊，这个实在没办法展现，欢迎大家呢看真机的演示。设计师告诉我说，这一次呢他们在小米9的设计上下了巨大的功夫。
他们告诉我，把每个细节做到极致就是艺术。我说好，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在这一款手机上花的心血最多的细节是哪些吗？他们跟我举了一堆的例子，我挑了几个细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细节，他们在这个3摄的相机上做了一个，在人像相机上做了一个天使眼，就在天使眼这么一个小的细节上，他们也镀了幻彩颜色的这个色条，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光线下，它也会色彩也会流动。第二个的话呢，相机的这个圆心呢，正好是对称的设计，所以它放在正好正圆心的地方，是正对称的。很多人呢觉得呢，旗舰手机的相机呢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呢，它不得不凸起。那凸起以后呢，就很多人担心说会不会磨坏？设计师告诉我绝对不会。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雷总，我给你放大看一下整个镜头是怎么设计的。光这个凸起的镜头就有2层金属，里面的保护层是用的不锈钢，带来了更强的强度，外面呢又镶了一层铝材质，这样的话呢，去接玻璃和边框的颜色。就为了这个保护支架，他们就做成2层的金属保护。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镜头的保护片，他们用的是蓝宝石玻璃，他们用了243平方毫米的蓝宝石镜头保护片，他们的成本呢上升了37%，所以你其实用钥匙去划，用刀去划那个镜片的时候都不会损伤的。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我们的设计师把每一个细节都下了巨大的功夫。这个还有更多的细节呢，我就不一一讲了。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最难讲清楚的是，小米9在今天的旗舰手机里面卓尔不凡，它是极致的轻薄。因为今天的旗舰手机越来越复杂，大家堆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越来越难干到轻薄。这一次呢，小米9的设计团队和研发团队，他们立下了一个 flag， 他们一定要做小米有史以来最美的手机。我跟工程师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只要设计师提什么要求，我们会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就是在这么的决心下，他们做到了极致的轻薄。这一款极致的轻薄，我先让大家看几个数字啊。它有多轻呢？173克。在大屏手机里面，173克有多轻呢？可能很多人听不懂。OK， 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是208克，友商是188克。在今天的手机里面，每轻0.1克，难度都是超高的。好，我们再来看，它有多薄呢？它有多薄呢？像这么一款旗舰手机，它最厚的地方都只有 7.61 毫米。大家说为什么是 7.61 毫米啊？因为有的厂商的那个厚度都是乱标的。这一次我们专门请公正拉卡子卡的。哎，我说为什么不是 7.6？ 他说人家公正的数字就是 7.61 啊。我说好吧， 7.61 就是 7.61 毫米。它最薄的边框呢只有 3.5 毫米，然后是用的大收弧的设计，所以它的视觉厚度只有5-6毫米厚的感觉。所以这款手机呢，你拿在手上，它会觉得非常的轻，非常的薄。更重要的是，这款手机的背部呢，它是全曲面的。我们在小米8的时候是做过4曲面啊。他们说什么叫全曲面呢？就是整个背部没有任何一个平面，它全部是曲线构成的。好，这种全曲面的手机跟4曲面的手机，4曲面手机是中间是平的，周围是曲面的。这个全曲面的是这样的。全曲面的手机有一个什么样的魅力呢？
你随便一拍，你发现它背后隐藏着一条非常美的曲线，设计师叫美人鱼线，就是它会很容易拍出一条非常漂亮的曲线。而四曲面呢，它就是一条斜线。这就是全曲面的机身给人带来的视觉体验。好，怎么做到全曲面呢？大家看了一下，它就是整个是连续曲面构成的。好，换一个角度呢，它也是连续曲面。好，全曲面的机身的这个几何图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讲这一些数字和图片呢，可能没有意义。当只有你真的把小米9握在手心的时候，它舒服到感动掌心。这种舒服完全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只有你亲身的去体验。首先的话，它全曲面的机身贴合在掌心，让你的掌心都舒服的不行。接着的话呢，它极致的轻和极致的薄，所以这一次小米9在测试阶段的话，我们所有的工程师都公认是小米有史以来最美的手机。我们呢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设计师的视频，我想请这些设计师来跟大家介绍介绍他们怎么做小米9的。好，美有10000种写法，而衡量一部手机最简单也是最高的标准，其实就是4个字：好看、好用。在小米9设计之初，我们就要求既要达到这个标准，还要尝试更多的突破。小米9是一部为曲面而设计的手机，正面的 R 角、中框的转角都非常圆润细腻。从侧面看，你会发现一个优雅的弧度，精致纤薄。后盖儿 3D 玻璃顺滑饱满，轻轻一托，感觉手机与手掌自然贴合，就像躺在手里一样，舒服到感动掌心。光是有灵性、有生命力的，我们将自然的光融入到小米9的色彩之中。静态的时候，它的观感是单纯的、安静的，而一旦光影掠过，仿佛就唤醒了它的生命力，伴随着光影和角度的变换，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流光溢彩。为了寻找这种生动的效果，我们历时了8个月的光学研究，用了干涉光刻技术，制作出了纳米全细合力膜片。这张膜片有上百万个光学阵列点，每个阵列点中又含有150多根形状像山脉一样的光栅线条，相当于每个阵列点就是一座喜马拉雅山脉。当光线透过玻璃到达纹理层的时候，变换成醉人的彩虹光效。这种光效既简单又丰富，既静谧又富有动感，不光好看，而且越看越好看。想要呈现这个效果并不容易，即使在百级的无尘车间里，也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的干扰因素。一版样品的优化要经过开模、翻译、镀膜等一系列过程，每次都要2到3天的时间，而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100多次。把任何一个细节做到极致都是艺术。好的设计总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降生。小米9的设计和研发团队就是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好看又能打的手机。小米9，我们为你而战。小米9呢，我已经试用了好几个月，我是深深的被这款手机所打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款手机呢，不仅长得好看，关键问题呢是你越看越好看，超级耐看。所以呢，这就是我对小米9这款产品的外观的体验的感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6.39寸的水滴屏。
当我在微博发布会发出来以后，大家觉得我们的水滴还不好看，哎，我又临时请米 UI 的同学呢又改了一下，反正我们水滴就改成这样了。如果大家还有意见，我们还可以继续改。其实，在小米的整个内部是非常强烈的工程师文化，我们对每个细节都非常的较劲。那么这一次的屏幕呢，我们是找三星定制的顶级的 AMOLED 屏，屏占比呢高达90.7%。这个屏呢，最出色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呢极窄的下巴，它的下巴非常非常的窄。这个我呢跟所有的手机比了一下，在4000块以内的话，这一款手机的下巴算是最窄的。我们内部呢把它称作最美的下巴。然后跟小米8相比的话呢，它的下巴整整缩小了40%。这一比的话就能看出小米9的下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款屏幕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我们整个视频触控团队呢，在过去几年里面，在显示技术上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这个屏幕要讲2个小时都讲不完，我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这一款屏幕的话呢，获得了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低蓝光复眼认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现在呢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是吧？我看到哪怕一个饭局，一般的人都在看手机，所以的话呢，它对视力看手机时间太长，对视力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的屏幕团队这些年里面一直在研究这个护眼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一款屏幕呢，获得了低蓝光的护眼认证，这是我特别想跟今天所有在现场和看直播的朋友们介绍的小米9的这个屏幕的特色。那么小米9的话呢，全系采用了第5代的屏幕指纹解锁。第5代的屏幕指纹解锁呢，我自己的使用体验呢，就是真正进入了实用阶段。它的使用体验已经无限接近于电容屏的指纹了，无限接近。它的解锁的成功率、解锁的速度都获得了质的变化。这个它的原理呢，又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啊。这种技术呢，相当于什么技术呢？相当于一个5米大像素的微距相机。当你的手指按在上面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微距相机在拍你的手指，然后用图像技术来识别的，所以它识别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呢速度提升了25%。它的原理相当于一个微距相机。所以很多人说，我说这是要讲5个相机，他说啊，你们背部只有3摄呀。其实呢，前面的自拍的相机和那个指纹识别也是一个5米的大型的微距相机。我们呢还准备了一个视频，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个指纹解锁以前的一些吐槽的点基本都被解决了，什么强光解锁啊，什么干手指解锁啊，各种各样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自己用了这3个月下来，我觉得第5代的屏幕解锁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好，放一下视频。在我们所有的测试里面，几乎是100%的解锁成功率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9的全息幻彩蓝和全息幻彩紫。这个2个颜色发布以后呢，我们内部的工程师在讨论的时候说，哎呀，还是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这种深空灰。这个深空灰呢，就是我们病种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很低调、
是吧？很低调的颜色，这个没办法呢，我们只好为宾总这样的同事们呢准备了这个深空灰的手机，当然也特漂亮。这个深空灰的手机呢，拍这个美人鱼线是特别轻松，因为它没有那种全息幻彩的颜色布灵布灵在里面刚好，拍起来也挺美的啊。这是深空灰的，这种深空灰的颜色呢，主要是比较低调，也非常好看。这么多的声音开始了啊！这一次的话呢，我们邀请了王源呢担任小米手机的品牌代言人，也请了王源呢帮我们拍了一组广告片。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王源的广告片。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张怎么样？这组广告片呢，我们会出街，就会投放大量的街头广告，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就能看到王源的广告牌。好，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这一张怎么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王源的一段介绍视频，因为现场来了很多王源的粉丝，你们在哪里啊？哇，声音好大呀！但是现场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小米的粉丝呢，可能对王源不太了解。我们准备了一段王源的视频来介绍一下王源，好不好？好，大家安静的再等待一会儿，好吗？好，我们播一下王源的视频。Do you feel alone? Wanna hide away? All your hopes and dreams seem miles away. Don't want the sun to rise and face the day. Sounds of sobbing fills your room. Am I fighting for nothing? Only chasing a broken dream. Let them say what they want. Don't give it up. Prove them all wrong. I know you can make it through. Believe it in yourself. When you feel you can go on, give it one last try. You'll not be broken forever. Way to trust me, way to try it. Will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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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这个广告片帅吗？要不要再播一遍呢？好，我们请那个视频再放一遍，好不好？ Do you feel alone? Wanna hide away? All your hopes and dreams seem miles away. Don't want the sun to rise and face the day. Sounds of sobbing fills your room. Am I fighting for nothing? Only chasing a broken dream. Let them say what they want. Don't give it up. Prove them all wrong. I know you can make it through. Believe it in yourself. When you feel you can go on, give it one last try. Broken forever. Way to trust me, way to try it. Will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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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 汤圆你们在吗？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源。欢迎，来欢迎。这个听说你刚从柏林回来，对对对，祝贺你参演的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大奖。对对对，谢谢雷总。要不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叫《地久天长》。地久天长你们看过吗？没有，还没有上映啊！我们等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刚才呢，我介绍了2种颜色，你最喜欢哪种颜色？我最喜欢蓝色，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喜欢的颜色，但这个颜色因为雷总没说，所以我也先不说，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你不喜欢那个布灵布灵的那个幻彩纸吗？我超级喜欢，但是我有更喜欢的。OK， 要不呢，我请同事送2部手机，我们跟王源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好。要不呢，你用紫色。用紫色。好。OK。好。拿给大家看一下。看，我动一动，大家看一看。来。好，我们要不先让这边的啊，你们看得见吗？好。这一边啊，这边的朋友，这个小汤圆的声音太响了。我们在座的米粉要不要，米粉在哪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米粉也非常欢迎王源，是吗？好，谢谢大家，谢谢。我想邀请王源呢自拍一张，跟大家一起自拍一张，怎么样？好。好，用这个手机吗，雷总？这往上一滑，对。好，这样，来，要不这样？哎呦，我们俩都可以拍手机。来，1、2、3，笑，1、2、3，笑。好，要不你来拍也行。用我们紫色的手机。好，比心。好，要不要换到这边也拍一下？好，OK， 要不要这边呢？这边。多拍一点观众在里面。那个，我看了王源走红地毯有很多漂亮的 pose， 要不要让他教几个 pose 给大家？那个拍照是怎么拍的？是怎么拍的啊？雷总，我们一起学一学。好，你是怎么拍的呀？首先就是要凹造型走红毯啊，那第一个至少得插兜啊，插兜，然后就随便左右都会好看了。OK， 对，哇，就这样的。对，还有就是像雷总您穿的西装，那我们就可以2个手这样，拉着西装的西装边。要不我示范一下？对，行吗？行。米粉你们也要假装说可以。声音大一点，不然我今天会很没面子。对，还可以是吧？然后还有这样什么？对，凹着这样走一下是吧？然后有个重头戏要来了。今天我上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我想了一个 pose， 应该大家会很熟悉，所以请雷总跟我一起摆。我们一起来问一问雷总 ，Are you OK？OK， 好，谢谢大家啊，谢谢王源，谢谢你啊，谢谢 ，OK， 好。我得给揣走了，这么喜欢，我就太喜欢了，我都揣走了都。OK， 大家不要着急，待会呢我们还有王源的一个互动环节，好不好？大家也借这个机会呢，再了解一下小米9好看又能打。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超级能打这种方式来形容呢？因为它的性能非常非常的强悍啊。首先，它搭载了骁龙855
可能很多人对技术不了解啊，只需要了解骁龙855是今天第一次全球首发，也是这个星球上目前性能最好的旗舰处理器。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高通800系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突破。突破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突破，它是高通自研的 Creo 485的处理核心。第二个的话，它的单核的性能比上一代，比我们小米8用的那一代提高了整整45%。它跟最早的800系列相比的话是3.7倍，所以它的性能呢超级强悍。我呢拍了一个855的图，就是这么小一个芯片，它是用7纳米的工艺制成的。而且这一次的技术突破在什么地方呢？它引入了，它也是一个8核的处理器。以前的旗舰处理器8核是4个大核4个小核，平时的时候用4个小核省电，当你玩重度游戏的时候用4个大核速度快，它是这么干的。这一次的话呢，855啊，它弄了一个超级大核，它的性能呢主频高达 2.84G 赫兹，这是手机主频最快的，是一个超级大核。它把8核改成了什么呢？一个超级大核带3个大核带4个小核，变成了3组，这样它就可以在性能和功耗之间取得平衡，就相当于汽车有3个档，它可以换不同的档位。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听懂了没有啊？大家只需要知道855是今天全球第一次首发，而且是这个星球上性能最强悍的处理器。还有一点呢，它超级省电，它的游戏性能也非常强 ，GPU 呢提升了整整20%。为了配合855的游戏性能的话呢，我们又特别增加了一个游戏模式。那么这个游戏模式能干什么呢？这个游戏模式首先，它能智能判断场景，去调度资源，避免卡顿。当你在运行重度游戏的时候的话呢，它可以用最高的性能去帮你调度处理器。第二点的话呢，它专门优化了触控，包括你在枪战在很多游戏里面的话呢，那个触控的灵敏度和跟手度大幅度提升。还有，它优化了屏幕显示，比如说有时候你躲在草丛里，敌人躲在草丛里，你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强化屏幕显示很重要。还有，在玩游戏的过程之中呢，还可以呼出游戏工具箱。比如说有些游戏啊，你可以选息屏挂机。当然，最近我玩游戏玩的比较少，什么游戏需要息屏挂机的？我估计不少游戏都需要息屏挂机啊。他们说你说的这么好，能不能比一比？我们呢跟友商的旗舰呢比了一下。比的都是呢今天最流行的2款游戏，是吧？一款呢是 MOBA， 一款呢是吃鸡的游戏啊。大家可以看到，小米9平均帧率到了 59.9， 那个 FPS， 友商呢在不停的波动，因为什么波动呢？有时候算不过来，它的帧率就下去了。好，这一边的话呢，吃鸡游戏里面，小米9也稳定在 55.8帧。友商呢就基本上降到 47.3帧了。你有时候觉得玩游戏卡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性能跟不上，就开始卡了。所以这一次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855的性能呢，我们专门新增了游戏增强模式。AI 呢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855的 AI 性能呢比上一代提升了3倍，相比竞品呢是2倍。那么 AIE 的它的算力呢，到了每瓦7万亿次这样的数量级啊，这个单位叫 TOPS， 就是7万亿次每瓦啊，它的算力已经是非常强悍了。855呢这个芯片呢，集合了非常多的功能，也有非常多的创新。
我呢整理了一张这样的图，但是我们今天的发布会真的是没有时间讲，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上网仔细看一看。我就跑一下分吧。主要是85实在是强悍啊，85实在是强悍。这个我们跟小米8比嘛，对吧？跟小米8比啊，小米8呢不到30万分，小米9呢38.7万分，所以呢它是遥遥领先的性能。这个855呢是超级强悍的处理器，而且这一次做到全球首发，小米投入了巨大的研发资源。我们在接近2年前，在圣地亚哥就设立了专门的研发中心，从855立项开始跟踪，而且一路上陪伴，然后呢投入了巨大的研发资源，才第一次做到了那个像这样的旗舰处理器的全球首发。然后呢，我们搭配了呢 LPDDR4X， 然后和 UFS 2.1 的存储，这都是今天最好的。还有一个功能呢，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说这个安卓手机呢越用越卡，我们呢也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叫防系统优化的，就防系统老化的。没关系啊，口误啊。这个我们专项模拟了使用18个月以后怎么减低老化卡顿，然后呢经过了1年的努力以后呢，我们降低卡顿率呢降低了35%啊，这是优化后的表现。那么今天的手机的话呢，相机成了手机里面最核心的功能。这一次呢，我们配了 AI 3摄，配了3个摄像头。我们负责市场的阿里总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搞4个摄像头？”其实它就是4个摄像头。为什么它是4个摄像头呢？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做了一个优化，把2个摄像头呢做到一起了。就是首先呢，它是1600万的微距镜头，同时又是1600万的超广角风景的镜头，还有1200万的人像和4800万的广角。所以呢，它叫3摄全焦段，一机走天下。它有时候同行会把微距做成一个独立的镜头，其实没必要。我们就把这个微距呢整合到超广角里面，它是3摄全焦段，一机走天下。所以大家不要看到4摄就尖叫，其实这些功能都在我们3摄里面了。好，这个相机呢超复杂，因为它有3个镜头，有4项功能，超复杂。我呢认真的研究了3天了以后呢，画了一张表，这张表极复杂。每个细微的点都写在上面了，请媒体的朋友们拍个照好不好？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展开讲的话，今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图我真的画了3天啊，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大量的核实，我相信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工程师的心血啊。可能有时候大家一看3摄、4摄，没有看到每一个摄像头里面其实千差万别，这里面的配置都是今天最顶级的。好，我首先来讲的是4800万的主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用的是索尼的 IMX586。这个摄像头有3个好处。第一个好处，4800万，这是索尼手机相机里面最高解析力的4800万。第二个，它的底呢非常大，它是1/2英寸的底，就是感光面积是1/2英寸的。第3个好处呢是，当夜景拍照晚上拍的时候呢，它可以4个像素点合成1个像素点，然后达到1.6米的大像素的拍照效果。大家都知道啊，大像素拍夜景的话呢，它的感光的面积变大以后的话呢，夜景拍摄很出色。所以呢，这个sensor最好的就是3点：第一，4800万的超解析力；第二，1/2英寸的感光面积；第三，还能4个摄像头合成1个摄像头拍夜景。所以呢，这个相机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们来看一下啊，4800万的超高解析力，当你用上以后，能让你看到未曾注意的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很多人一旦参加了小米9测试以后呢，就变得特别爱摄影，到处拍各种各样的细节。下面我要跟大家展示的一组图片，不是我们请的专业摄影师拍的，全是我们同事的随手拍。因为以前的手机公司的发布会啊，看样片都美轮美奂，自己拍都跟渣一样。好，什么原因呢？不是大家作假了，而是专业摄影师对于取景、对于专业模式的设置、三脚架、打光，真心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后来在讲，我说手机相机最厉害的是在于随手拍，你拿出来随便拍一张是什么效果？我们看一下啊，4800万的超高解析力，大家关注第一张照片啊，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好，注意啊，这是一块毛巾。你肯定没有注意过，当你拍4800万，放大、放大、再放大了以后，疯了！哦，原来毛巾长得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张也是随手拍啊，比如说像这么一张拍花的镜头，你展开，哇，连花蕊啊，所有的细节都一清二楚的。好，就这么一张随手拍，拍一个玩具娃娃的照片，这是一张正常的照片。好，我们放大，看到他的头发湿了吗？看到他的眼睫毛。所以这个超高解析力的魅力就是能看到头发丝，能看到睫毛，能看到每个细节。好，我们再来看他的衣服上的这个纹理和那个蕾丝边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4800万是让人震撼的。包括衣服上的这些线条，这些线都能看得很清楚。好，随手拍呢，拍个美女也很容易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当然，很多美女告诉我说：“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好，我们再来看风景啊，这拍了一个远景，远景你放大的时候是什么效果呢？所以有点像望远镜，对吗？好。我是这么解释4800超高解析力的。我说它拍近景，放大、放大再放大，细节清晰可见，有一点点像放大镜。好，拍远景，放大、放大再放大，有一点点像望远镜。而在望远的过程中，你发现它每一个点都是清晰的，它其实没有糊掉，不是那种数码变焦的。这就是4800万的解析力给人带来的震撼的感觉。好，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请摄影师拍的专门的样片了。这个我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抄啊。这个因为我不念小抄的话，我记不住他们去了很多漂亮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挪威的一个小渔村，被称为全球最美的渔村。当然，我特别感慨呢，帮我们小米公司拍样片的话呢，虽然很辛苦，但的确是一个好工作，可以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去玩啊。这个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正是北极圈进入极夜，在一次短暂的日出，阳光洒在冰山上，好像油画一样。我准备了一个小抄啊。第二个的话呢，这是英国的爱丁堡，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些建筑从远到近层次分明，远处的细节，比如门窗清晰，远处线条笔直，就像身临其境。小米9不仅记录了眼前的景象，
也向我们展示了建筑丰富的年代感。这又跑到爱丁堡去了啊。然后接着的话呢，不仅拍大场面，拍宠物猫毛发非常的清晰，它好像要走出画面，伸手你就可以摸到一样。还有猫眼上的光芒瞳孔清晰可见。所以不仅拍大场景，就是你拍静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啊！摄影师拍了几百张，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好，第二个的话呢，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人像镜头。1200万的人像镜头，它不仅仅是长焦，它特别擅长于拍人像啊。我们呢从小米6开始就开始做人像，这已经是第3代了。所以呢，小米的人像镜头和背景虚化技术呢是广受好评的。我呢不用展开讲了，我就让大家看几个样片吧。第一个样片呢是无论色彩的饱和度还是光影效果都非常的出色，大家仔细欣赏一下。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红色非常的艳丽，然后通过帽子的这些孔、这些光线，都这个阴影都非常的好看。这一张呢也非常的漂亮。这个模特的脸呢沐浴在阳光之中，脸部的线条呢非常的柔和，背光的地方呢无论是头发还是琴键都清晰可见，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一张黑白的照片呢其实比彩色更难拍。小米9呢画面看起来很朦胧，但是仔细看你发现呢人物的所有的细节都在，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照片。好，这个3摄呢我觉得最重要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是1600万的超广角。我说超广角就可以了，这个阿里坚持要加了3个字，防畸变。他告诉我做超广角容易，做防畸变的超广角很难。我待会给他细细讲讲怎么防畸变的啊。这个呢值得大家认真的看一看啊，尤其是对摄影的小白来说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大家刚刚过完年，昨天元宵节啊，今天算年结束了。这个说实话我特别想昨天开发布会啊，但是一想还是让大家先过个元宵节啊。好，在过年的期间里面，最痛苦的事情是很多人拍年夜饭、拍吃饭的场景。今年我发了个年夜饭的场景，大家说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啊，说这次只是吃了个什么辣萝卜啊。其实过年夜饭吃辣萝卜那才叫高级啊。好，很多的年夜饭是这样的啊，挺高级的啊。痛苦是手机拍不下来，怎么办？选超广角的镜头会是什么样的啊？选超广角，你就可以全部拍下来了，是吧？很震撼吧？我们这张样片是怎么拍的呢？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小米9的同学呢站着就可以拍，用 iPhone 的同学得这么拍。用别的手机都这么拍的。你们不信试一下，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试一下，你就会发现小米9的超广角是吧？这个体验会完全不同。这时候他们就觉得用小米9的优越感就有了，是吧？说你买那么贵的手机，你拍个照试试，是有差距的，是吧？好，我们负责中国区的川总王川呢，也是我们小米的联合创始人。他说：“你这个镜头这么多，小白搞不懂啊。”不需要搞懂，我们小米的 AI 很强大的。当我们发现你拍不下的时候，无论是拍广场，还是拍塑像，还是拍建筑物，还是拍合影，当我们发现你拍不下的时候，自动跳出一个提醒，说建议你用超广角状态。就这个图标，那个刚才那个闪的图标，你一点就进入超广角状态的，所以你不用学习，你很容易知道你这个状态需要超广景。我们就把这些场景全部用 AI 识别了，自动推荐、智能推荐，我觉得这个功能做得特别好。你看啊，比如说你拍雕塑，
它下面出来建议开启超广角模式，这个功能做得好吗？好，我们一点，好就拍下了，可以吧？好，还有年底的时候，各个团队团建的活动主要是吃饭是吧？吃完饭说合张影吧，你发现你们那个部门人太多了，是吧？基本是拍不进去了。最后呢，就拍得乱七八糟。你看，就正常就拍成这样了，是吧？站在左边右边的，我终于明白了，很多明星合影为什么要抢 C 位，是吧？你不在 C 位上，经常就给拍没了，是吧？好不容易合张影还没自己，是吧？好，一点，哎，全拍下了，厉害吧？好，这个不是真牛逼的，待会真牛逼的你们一定要鼓掌啊！哎，下面那个是好，大家为什么这么好的超广角，大家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超广角边上的人总是变形的，我本来美美的，这个脸就变形了。这一次，小米的相机部门最大的创新在于自动人工校正。你看啊，准备，就自动做了人工畸变的校正，看了吗？哎，这个其实是超广角里面最难的一个细节，就是可以做到防畸变。好，这个超广角的相机呢，我们也请专业的摄影师拍了一组的样片，我挑了3张啊。第一张选的呢是苏格兰的城堡，小米9会自动提醒你开启超广角的状态，广场呢给人非常宽阔的感觉，而且呢照片的视野变大了很多，建筑物表面的纹理的表现也很重要，城堡表面的沧桑的痕迹都保留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苏格兰的城堡。然后这呢是一个挪威的渔村，在超广角的镜头下，画面元素非常的丰富，有渔村的建筑，有水面，有对岸的码头，还有远处的山峰，是一个风景大片。这个呢是在北极圈一次短暂的日出，太阳贴着水面，如果只拍山，只能拍出高大，但观看者会很奇怪，山上的金色的光芒从何而来。如果只拍太阳，我们能看到云彩，看不到阳光在大地上的表现，这种油画般的色彩。使用超广角，我们就留下了这美丽的瞬间，就是它是一个逆光，也迎着阳光去拍的啊。所以呢，这个超广角的镜头呢，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这个超广角的镜头上，我们又做了4厘米的微距相机。这一张就是用4厘米的微距相机，我们的同事拍的，是吧？拍的草莓，那每一个都很细，而且他们有拍花瓣，也都这个有了微距相机以后呢，你可以拍很多很多场景。那么和没有微距的相机比一下嘛，还是比一下啊？这个没有微距的 iPhone 比一下呢，这个是小米9拍出来的效果，这是 iPhone 拍的。看得到差别吗？一放大就看出来他们糊了。他们用的10厘米拍的时候都已经糊了，所以呢，是吧？这个相机真心比 iPhone 的相机要好很多啊。好，这个我讲完有趣的硬件啊，我更想讲有趣的体验。这个小米去年推出了手持超级夜景以后，饱受赞誉。这个大家还记得吗？超级夜景。这个小米 Mix 3呢，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DxO 的比拼里面已经获得了世界第3的成绩，自拍也在世界前3。这些相机的硬件呢完全一样，我们就把软件和优化全部一同步。今天你买2000块钱的和3000块小米的手机，这些硬件都是一样的，体验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今年呢，春节的，是吧？朋友圈摄影大赛里面，用小米手机的人都是优越感很强的，因为晚上拍焰火，我们拍的最好。这个我就不展示焰火的照片了。
我们呢把这样好的技术呢，甚至用到了 Redmi Note 7，999的 Redmi Note 7也能拍出超级夜景，效果也非常的出色。我们现在正在移植到小米8的青春版跟小米8 SE， 预计在2月底全部升级了超级夜景。这样的话呢，小米全系的手机，整个拍照的水平都往前走了一大步。那么这一次小米9的超级夜景怎么样呢？你看小米9的超级夜景，我们刚才讲过了，有4800万索尼 1.6mm 的4:1的大像素的相机，有多重曝光的 HDR， 有 AI 的智能测光，有 AI 的防抖自动校正。这一次我们加了极光对焦，在全黑的环境下也能对焦，所以它的拍摄效果非常的出色。因为在夜景在暗时里面最难的是对焦。好，我们再拿 iPhone 比了一下呢，你发现呢，在夜景上的话，我们要出色很多。一放大，是吧？你看这个摩托车，右边是我们的，左边是 iPhone， 差距还是蛮大的。对，为了准备这次发布会呢，我们在去年中秋节就开始准备了。因为去年中秋节我们很遗憾，发现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手机拍一个月亮，发现拍出来基本上没法看啊。所以呢，随手夜景拍月亮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你看到的月亮是这样的，你的手机拍出来的月亮多半是，这都算好的，这都算好的，同意吧？这都是还是旗舰手机的表现，旗舰手机的表现。昨天的话呢，我们用了 iPhone 拍了一下 ，iPhone 拍出来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呢，看到了很多次手机拍月亮的照片啊。以前都是怎么拍的呢？首先，专业摄影师三脚架加望远镜，再加专家模式调试，反正正常人是不会的。我得承认，以前我也不会拍月亮，就是因为我不会拍月亮。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团队的课题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也能随手拍月亮。所以我要求就是手持，你不能跟我搞个三脚架。第二个，自动模式，不要搞什么专家模式，我不懂。第三个，能够把变焦调到最大，咔嚓一下能拍就行了。这个当然呢，我们先用 iPhone 拍了一下，就是这个条件，又用友商的拍了一下，是这样的。也是不错的啊，这都是很好的，这都世界顶级水平啊。这是我们拍的。对，因为我们怕友商的技术也进步了，反正我们是用友商已发布的手机，昨天是同比较拍摄的。友商的2位老板也花了2张照片，反正我看着我怎么就拍不出来。对，我用他们手机拍了，真的拍了。这呢就是我们的月亮模式，我们用先进的拍照科技向中国人民问好啊！祝昨天大家元宵节快乐！就为了这个功能，我们忙了半年时间啊，还真的没有，还真的是一个黑科技啊！这个功能呢，我们叫月亮模式，这个今天呢，我们等小米9上市以后，也欢迎大家体验一下，特别到每个月的15号或者16号，15的月亮16圆，今天晚上应该月亮是最圆的时候，拍一拍月亮的话呢，还是会觉得人生如此的美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置相机。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讲了5个相机啊？从指纹识别的微距相机，到后置的3个全焦段相机，再到2000万的前置相机。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我们死磕了各种美颜的技术啊，已经非常先进了，我呢就不展开讲了，大家看2张样片好不好？就是小米9的美颜自拍。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也比较纠结的是，相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很难讲。因为大家不去体验的话，很难知道谁的相机好，谁的相机不好。后来呢，我发现呢，有一个评测机构啊，是今天市场上最权威的评价数码相机的，就是 DxO。后来呢，几大手机公司都参与了，像三星啊，像苹果啊，像华为啊，他们每次都去拿 DxO 的成绩来说事。所以呢，2年前呢，我要求我们的相机团队，是吧？你们不要跟我讲了，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跑分 DxO， 我们能不能是吧登上世界的巅峰？能不能跟所有人证明我们的相机做的是最好的？所以呢，2年前我们开始启动了 DxO 的评测的这个工程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它对你的硬件、软件、调教。ISP 每个方面要求都特别特别的高啊！这个我比较欣慰的是呢，我们小米相机部去年1年进步是巨大的。我们第一次参加 DxO 评价是 Mix 2S， 当时呢拿了97分，在拍照的时候呢逼平了 iPhone X。我们当时挺欣喜的，发现呢，我们在拍照上呢，其实在拍摄上的进步已经是巨大的了，跟 iPhone X 的拍的照片的水平是一样的了。然后我们去年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能不能相机的硬件不改，先把我们的算法、软件、调教这些能力拉上去。因为早期呢，我们小米特别重视参数，特别重视硬件。然后这一次我们做相机的时候说，我们能不能够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迭代？它做相机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整个手机是个系统工程，相机往往是最后2-3个月才有时间认认真真干。到了最后2-3个月，因为原来你手机没做好，大家能理解吗？当你没有一个真实的工程机的时候，你几乎很难调教。所以，给我们相机团队最后工作的只有2-3个月时间，不算前期的预研的话。正儿八经干活只有2-3个月，所以去年我们下决心说，我们能不能连续做3款手机，相机的硬件一样，先死磕算法、软件、调教这些东西。我们第一次亮相97分，到了去年5月份做小米8的时候，我们居然总分超过了 iPhone X， 到了99分。其实在一个旗舰机型全球顶级的舞台上比拼的话，每一分的难度都是挺大的，尤其是对我们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到了去年10月份，我们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03分，103分，这个成绩在当时排在全球并列第3，而且总分的话也超过了 P20， 所以整个小米呢，在相机上的技术呢，我相信米粉们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一次小米9 DxO 的成绩怎么样呢？当然，我得声明一下 ，DxO 不代表所有的事情，因为 DxO 只是一个相对公正的评测。我认为小米9的相机好不好，还是有赖于大家用完以后每一个用户的评价，因为相机它就是一个不是理性的，它是一个感性的评价。但是呢，我们为了跟大家说明白呢，我们选了 DxO 的理性的加一部分感性的比较。这一次，各位，我们去年1年的努力，从97分到了99分，到了103分，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到了极限。那么这一次小米9，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107分。我想邀请在座的所有的米粉们为小米相机部鼓一次掌。他们这一次整整提高了4分，在今天一个顶级的赛场上，他们往前走了一大步。
可能很多人对 DxO 不够了解，我呢有一个解读。这是今天最新的排名，我有一个解读。第一个，它离第1名只差2分，只差一点点，非常非常接近了。友商的这2款手机其实相机是一样的，实际上小米9已经得分排在世界第2，实际上也是世界第2，只差一点点了。当拿到这个成绩单的时候，我们负责相机的副总裁，他不是像我这么震惊和激动，他说他已经哭晕在厕所里了。他在想，如果我再努力一下呢？我说不要，你已经很好了，是吧？你要给未来世界登顶留一点点空间嘛，是吧？我相信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超过友商。所以大家看一下，是吧？今天友商的2款手机排在第1，我们的得分其实排在第2，那个排名第3吧。iPhone 第4，HTC 和我们并列第5，所以我们拿了一个世界第3，还有一个并列世界第5。然后我们已经超越了苹果和三星的所有的手机。我觉得这是小米相机部在过去2年里面取得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还有一点，因为在中国今天呢，短视频非常的流行，我们在视频拍摄上也下了巨大的功夫。这个 DxO 的得分里面，可能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的细节，拍视频小米9世界第1，到了世界第1的程度，我们是是吧？我们终于登到了世界的巅峰。在视频拍摄里面是世界第1的，所以呢，这点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我为什么会有信心呢？因为像自拍的话，我们也做到世界前3了。我觉得小米这一家很年轻的创业公司，在研发上的巨大的投入和它极其出色的工程师文化，我相信在这些技术细节上都会越来越好。我也相信陪伴我们走了这么多年的米粉，能够看到小米的每一步都非常坚实，每一步都在执着前行。正是因为我们在视频拍摄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其实在体验上也做了很多优秀的体验。第一个呢，大家知道的叫960帧慢动作摄影，就是每个人掏出手机都能拍出这种960帧慢动作。这是我们的同事在前天下雪的时候随手拍的。你只要在小米9的相机里面选慢动作，就能拍出这样的感觉，甚至能够自动配乐，一个功能就行，所以非常容易拍摄。就是在小米8、小米 Mix 2S、小米 Mix 3上选慢动作，一点再一拍就这样了，还可以自动配乐的。好，我再重来一遍。就是每个雪花落下的感觉。好，第2个的话呢是运动跟拍，就是怎么拍视频。因为我喜欢滑雪，我发现我拍出来的所有的那个视频都抖得很厉害。这一次呢，我们在运动跟拍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好，这是我们前2年拍的实测视频啊，就是你用一般的相机拍出来就这样的，抖得很厉害，就是抖得很厉害。好，我们用小米9拍呢，就是这样的了，漂亮吗？好，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它的技术原理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技术原理呢是用的超广角拍摄、运动人像跟踪，然后自动剪切，就有一种模拟云台的感觉。它就是跟踪你这个人像，然后去模拟剪切，就达到了那个模拟云台的效果。就是它首先拍了很大的内容，然后它把人作为焦点做自动剪接，就是他们就是叫模拟云台实时跟踪，就拍出了这样的效果。酷吗？这个功能
所以呢，视频的整个拍摄里面还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大家去攻克。你不需要云台，哎，它就能做到跟云台一样的效果。拍运动场景的时候，好，我们再欣赏一下。左边是一般的手机拍的啊，右边是小米9拍的。好，还有个更酷的，我们跟抖音一起是独家抖音的视频体验优化合作伙伴，我们专门优化了抖音的效果。来看一看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小米9的相机直接内置了抖音的热门功能，在我们小米9的相机里面直接有一个短视频，一点就能拍出这样的视频和各种特效。所以的话呢，首先我们用了超大广角的拍摄，然后再加了电影滤镜。这样的话呢，你拍各种大场面的时候呢，小米9就会遥遥领先。这样你的抖音视频的话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出色。还有呢，超广角的多人互动会更有趣。好，广角的时候你能看到更多的人。这种他们叫什么甩头舞是吧？这个我没见过啊。他们说这个原来的一般的手机的甩头舞只有5个人参与，这样9个人可以一起甩了，所以会比较酷。对每一个抖音的用户来说呢，用小米9刷抖音呢更省电，省了15%。我们直接用硬解压来播放视频的，所以我们对视频的显示呢做了大量的优化。这样的话呢，它就非常的省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介绍的小米9的相机。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的话呢 ，DxO 整个评测里面呢，小米9的相机世界第3，视频拍摄的话呢，世界第1。第二个的话呢 ，AI 的3摄，全焦段一机走天下，前置呢2000万 AI 美颜自拍。这就是我们整个小米9的相机。接着呢，谈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续航。小米9呢，搭载的是7纳米工艺的骁龙855，又是刚才我介绍过，又是超级大核配大核拍4个小核，在功耗的调度上非常的出色。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又定制了 AMOLED 屏幕。这个屏幕的话呢，这个屏幕的省电效果也非常的出色。就是你要是在深色模式下的话，显示黑色和深色的时候，它的功耗是极低的。为了配合这个屏幕的话呢，我们还专门做了个深色的模式，就是整个画面全部变成了深色。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很酷，省电效果呢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这是 OLED 屏幕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黑色的地方它基本上就不显示。可能我讲一个简单的原理啊，我们平常用的 LCD 的屏幕呢，它是下面有一整排灯，它是用反光板来显示的，它是一整排灯，你显示和不显示它这个灯都打光了。但是 OLED 的屏呢是每一个点都在发光，你要是显示黑色的它就不发光。它这个显示原理就是黑色它就不发光了，所以呢，深色模式呢非常省电。然后呢，我们为小米9这种极为轻薄的手机呢，配置了3300毫安时的电池，经过7个小时重度的测试的话呢，它妥妥能用1天。然后呢，我们为小米9呢这一次呢，在快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小米9的快充呢，配了多少的快充呢？小米9配了27瓦的快充，半个小时充满70%。它更为出色的是
60分钟保证充满。所以小米9的话呢，它是半个小时充满70%，60分钟呢完全充满。这个27瓦的快充的话，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绝对呢在旗舰手机呢属于第一阵营了。当然，这个还不是真正酷的，真正酷的呢是小米9支持了无线充电。这个无线充电呢，可能这个概念讲了好几年啊。我甚至在今日头条上还看到一个讨论主题说，这个无线充电是个噱头，为什么大家觉得没用？我觉得这个观念老了。无线充电在过去的1年就跟相机一样，比拼得非常严重，竞争极为激烈。iPhone 在9月份的时候发了7.5瓦的快充，小米马上干了10瓦，华为马上干了15瓦，几乎竞争是你死我活的。然后这个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无线充电的使用的效果越来越好。你看啊，那苹果干了个4个小时17分钟，小米干了2个小时26分钟，华为干了2个小时4分钟。所以大家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它的使用体验也越来越好，就2个多小时就全部充满了。今天小米9又有一个重大的突破跟大家分享。各位啊，苹果到现在为止最高端的卖1万块钱的手机是7.5瓦的啊。那么小米干到什么程度了呢？20瓦，全球首款20瓦的无线闪充，在这个领域里面，小米目前全球领先，就是在无线闪充上是全球领先的。好，我们看看20瓦的无线闪充有什么用？1个半小时全部充满，怎么样？这样的话呢，1个半小时全部充满，而且你在你办公桌上，在家里放一个，你把手机放上去，1个半小时全部充满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敢做轻薄的旗舰手机？是因为我们在无线闪充技术上的突破，1个半小时就可以完全充满。还有第2个结论挺有趣的，比你无线闪充的1个小时充满，比你的有线快充更快。比我们自己的小米8的有线快充更快，所以你没有必要插线。今天在你的感觉里面，你觉得无线充电慢的人，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那真的是1年以前的感受了。我认为无线闪充也马上要到了临界点，很快会进入大规模的使用阶段。所以呢，我建议呢，大家都试试无线闪充的魅力，它比有线快充更快。一会儿就充满了，这是比拼的结果。我们的无线闪充呢，通过了德国莱茵的安全快充系统的认证。这个认证呢，要求在这里，因为呢，很多人担心安全性问题，其实它是通过了安全认证的，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呢20瓦的小米无线充电器的话呢，零售价也很便宜，99块。反正去年8月份我比过 iPhone 的5瓦的充电器就要700-800还是多少？反正我当时还开了个玩笑，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用 iPhone 的朋友用无线充电呢？因为那个无线充电器太贵啊。我们家的99块也能充 iPhone 的。对，所以我一直建议呢，你们买一个小米的20瓦的无线充电器，是吧？那个 iPhone 的朋友就都来求你了，是吧？经常跑到办公桌上，充点电，是吧 ？OK， 还有一个更酷的无线充电的产品，就是充电宝。充电宝的痛点是什么呢？老要带根线，不很烦吗？更烦的是，我带的那根线充不了你的 iPhone 怎么办？是不是很痛苦啊？是吧？我要想做个好朋友，我口袋里有个充电宝，还带几根线，这个真的很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米出了无线充电宝。无线充电宝是什么感觉呢？往上一放一扣，帅吗？
是吧？要不要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给大家体验一下。这是1万毫安时的无线充电宝。这个充电宝呢，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是做的10瓦的快充啊，因为 iPhone 呢只支持5瓦和7.5瓦，所以呢我们做了10瓦的通用标准的，正在做20瓦的，正在做20瓦的。好。这是我们的手机，往上一扣，酷吗？哎，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帮你的朋友的 iPhone 充电了，是吧？也可以帮你的朋友的这个什么 Mate 20充个电啥的，是吧？大家理解了小米生态链的优势吧？哦，是这样的，是吧？这样比较酷，这样比较酷。刚学了。哎，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未来，我相信很快无线充电宝应该会迅速普及。无线充电宝会迅速的普及。这样的无线充电宝呢，什么价钱的话呢？149块行吗？149。这个支持10瓦的无线快充，3台设备可以同时充电手机、平板、相机，还有异物显示保证安全，支持 QI 的国际标准，智能兼容不同的友商的手机啊，智能兼容的，然后只需要149块。还有车载无线充电宝，对吗？无线充电器，所以。轻薄的，我们敢做轻薄，是因为先进的无线充电的科技，还有无线的车载车充啊。这车充是怎么样的？看看啊，自动的啊，手一放上去就自动扣上了，一拿过去就可以拿下来，这样你导航开车方便吗？哎，这一个呢，我们是直接干的20瓦的啊，因为我们就不考虑友商了，直接20瓦是吧？这个20瓦的无线闪充啊，特别的酷。所以你在办公室，在床头柜上摆一个小米的无线充电器，你包里放一个是吧？无线充电宝，车上再放一个车载的无线，你这可以尽情的享受是吧？小米9带来的轻薄的体验，感动掌心的舒服啊，也不贵，169块，20瓦，车载无线车充啊，无线车充。这就是我们为了配合小米9的无线闪充，做了3款产品：20瓦的小米无线充电器99块。小米无线充电宝1万毫安时149，20瓦的小米无线车充169。所以，我认为今天小米9用起来是最潮的，因为配合无线充电的感觉，使你再不用那种很笨重的手机了啊。还有很多的体验。这一次呢，我在准备小米9发布会的时候，跟各个研发团队聊了一下，我觉得过去的1年，小米在技术上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每一个小组都跟我展示了他们在技术上的突破和进步啊，我就简单的讲几页。比如说，我们的 AI 团队说他们做了独立的 AI 键，他们把常用的各种快捷方式就直接集成在这个 AI 键上，你一按 AI 键，它就出来一组快捷方式。然后点每一个快捷方式都能很快的出来一系列的功能啊，它有一个简单的视频。小爱捷径功能可在任何界面点击手机侧面的 AI 键来唤醒，需要付款时选择快支付，选择微信付款码便可轻松支付。
除了这些之外，捷径中心中目前还预制了几十款卡片可供添加，后期会增加到上百款哦。也可以自己创建捷径，在捷径中心里点击创建捷径，录制指令，如打车回家，点击完成，自动添加到捷径首页。使用时单击卡片就可以啦。好的，确认好打车回家吧。过去的2年呢，小米在 AI 方面的进步非常快。我们 AI 与云平台部差不多有1500位工程师吧。可能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功能背后，其实有巨大的工作量啊。第二个呢 ，NFC 我经常开玩笑说是小米祖传 NFC， 我们在推广 NFC 上下了巨大的功夫啊。这一次的 NFC 的话呢，存储空间增加了25%，交易速度提高了30%。这一次呢又是新一代的。更重要的是，有2个功能点很重要。第一个，京津冀互联互通卡支持160个城市，19年全年开卡免费。哎，我也不理解为什么 NFC 公交卡要开卡要收钱啊？开卡是免费的啊。第2条也是大家骂我很多年的，其实那个钱不是我收的，是小米公交免费旧卡1星期，卡内余额同步迁移。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宣传宣传，别骂我们了。那钱之前的钱真的不是我们收的，我也很痛苦啊。小米8呢把红外去掉了，是因为当时要弄那个 TOF 的什么深度相机啊，也被骂惨了。这次加回来了，大家别骂了，加回来了啊。接着呢是双屏 GPS， 小米也是全球第一个做的。这一代呢又比上一代新了很多，定位精度更高了。主要是增加了 L5 的独立天线，现在用2根天线了，用双屏双天线，原来是双屏 GPS， 现在搞了2个天线来干 GPS， 所以它的精度呢比上一代比小米8又往前走了一步。双屏 GPS 呢也是小米在全球最先推广的新技术啊。好，音质呢，米粉对我们小米系列手机的音质都有很多的批评，所以2年前我们启动了一个音质专项改善计划。这一次小米9在音质上的进步也是巨大的提升。它的几个提升是什么呢？第一个，采用了今天业内最大的超线性扬声器，它的体积，因为音量有时取决于体积啊，它是最大的1217的线性扬声器。第二个，也用了最好的 Smart PA 的大音量外放。第三个，增加了贝斯材料，然后达到了等效 0.9cc 的超大音腔设计。因为我们小米也做各种蓝牙啊，各种音响，所以我们内部的调音啊，这个工程师的实力也都特别强。这次呢下了巨大的功夫，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音量相对于小米8提升了100%。它的响度提高了100%，音质也好了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一次小米9呢，我也希望大家重点测试一下音质和响度。当然，我看到有些米粉反馈说，为啥不是立体声啊？在手机上做立体声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小米6就已经做过了。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保证小额头，因为你在额头上塞的东西越多啊，那个手机越难看。换一句话说，这是为了保颜值牺牲了一个我认为不太重要的功能，大家理解了吗？就是为了保住那个小额头，因为顶上堆的东西越多呢，额头越大，所以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就是小米9的一个全能旗舰机的这些体验，我就不再一一讲了。这就是王源喜欢的这个透明尊享版啊，他最喜欢这个。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透明尊享版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机甲风的设计，然后你能通过一个渐变的后盖，你能看到里面的整个手机的内壳这种设计呢，我们在小米8上呢第一次做了透明探索版。
它的生产和制造的难度是极高的，因为它要在全部无尘的产线上生产，因为它的后盖里面全部能看得见，所以呢花了很大的代价。第二个呢，整个设计空间只有0.4毫米，这个我们的设计师其实用仿真的方法呢做了很漂亮啊。这一块透明尊享版呢是全球首批的12G 大内存，可以了吗？12G 大内存。第二个呢，我们相机部呢还坚持干了7P 镜头加1.47的大光圈，这是全球手机领域镜头里面最好的，这是镜头里面最好的，它的光圈到了1.47啊。然后呢，我们跟阿丽塔呢有些合作以后呢，我们还专门做了阿丽塔的这个主题，专门做了阿丽塔的主题。还有呢，阿丽塔的宣传片跟我们的透明尊享版的一个混剪的视频，大家可以放一下这个很酷很酷的视频。这就是我们的透明尊享版。漂亮吗？对，这可能喜欢机甲风啊，一些男生会特别喜欢这个。然后它的整个背部是这样的。这个一圈一圈的就是我们20瓦的无线闪充。做得非常的精致。主要我不想让这个手机挡住我的脸啊。好，那个待会的话呢，我们有这个展示台，大家可以到展示台仔细看一下。其实做这种无线，做这种透明版的话，比普通的手机的成本。贵出的程度远超大家想象，远超大家想象，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了尊享版上。好，我们总结一下，小米9，它是全球首批量产骁龙855的，也是首款20瓦的无线闪充。然后它有索尼4800万超广角微距3摄，然后有独特的全息幻彩色的机身，全曲面的3D 设计。那么小米9的透明尊享版的话呢，它有12G 的内存，有7P 加1.47的大光圈，然后呢有全曲面的透明机身。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9和小米9的透明尊享版。我相信刚才的内容的话呢，大家可能在我们的微博连续剧发布会里面都已经看过了。唯一的内容没讲的就是价钱啊，唯一的内容没讲的是价钱。在讲价钱之前呢，要不要我们再回顾一下小米9的配置？大家说不要了，我每个人都知道了，你不要讲了，我都知道了，你只要告诉我价钱。但是讲实话，这个价钱也是我最纠结的，这是我最纠结的。第一个的话呢，小米呢
是以极致的性价比出身的。小米的旗舰系列呢，过去呢一致锚定在1999，一致锚定在1999。这既为小米呢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呢也成了我们的一个障碍，这一次呢 Redmi 品牌独立，我们把这一个使命交给了 Redmi， 就叫极致性价比。要在这个性价比的舞台上敢于死磕，让所有的对手都闻风丧胆啊！这个任务交给了卢伟斌啊。这个我们把4800万的像素直接干到999，把这个什么超级夜景，人家6、7千块手机的功能直接给你干到999，是吧？我们把这个使命交给了卢伟斌。那么红米这个品牌，我们会正式启用英文的 Redmi 啊。这个我们内部开会现在都叫 Redmi， 所以是红米200块。这个有天晚上呢，开了一晚上会，我发了6次红包，哎呀。好。那么小米手机呢，我们会专注做中高端。当然，我们会依然保持性价比，但是不追求绝对的性价比，我们会追求绝对的体验。可是这个体验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你很难通过参数、照片甚至视频来表达。只有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做旗舰手机里面下了多大的功夫。如果小米整个公司要往前走，我们应该有一条产品线，死磕绝对体验，大家同意吗？也要死磕工艺和颜值。所以小米9就是这么一个大背景出来的产品。它的成本呢，有时候你从表面上看不到，当我给你一条一条拆解的时候呢，又显得特别复杂。所以呢，我们的痛苦在于小米9堆料非常足，制造成本、原材料越来越贵。第二点的话，刚才大家所有看到的黑科技，都以强劲的研发实力和巨大的研发投入作为代价。现在小米有将近1万名工程师。我刚请我们的同事查了一下，1到9月，小米的研发成本花了多少钱呢？超过了40亿人民币，每个月4点几亿人民币。是这种巨大的研发投入，才使我们在技术的每个角度获得了迅猛的提升。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科技都越来越强，像 AI、像相机、像音质，每个角度的提升都是巨大的。所以小米9的定价呢，就成了一个空前的难题。当我特别害怕呢，是我们定一个我们内部认为合理的价钱，可是米粉觉得小米变了，雷军变了。所以呢，很痛苦。我说比价吧，哎呀，可是比价的事情呢，交给了卢伟斌啊。我说我们不比了，这样我们能不能拿一款友商的旗舰手机，我们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我举了个例子，我说拿友商的 P20， 他们说 P20 是1年以前的。我说 P30， 人家说 P30 没上。我说他们今天最贵的手机是什么？他们说 Mate 20。那我说买不 Mate 20，我来学习一下。当我学完以后，有一点点失望啊，跟我看到的报道的资料会有差异。因为他们做了一款旗舰手机，他们往往用很贵的材料做一个 Pro， 他们只讲 Pro。其实他们卖了大量的标准版的话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买来学习了一下，学完了以后，我真的信心大增。我们看看大家买的啊 ，Mate 20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我在 Redmi Note 7上用的 LCD 屏加背后指纹，被大家骂惨了。我那个手机999，这款手机呢4499，背部指纹，怎么就会没人骂呢？所以友商的 marketing 的能力真的比我们强很多。第二个，你看到友商排第一吧？不是1200万像素，我举报它不是4000的啊。有低超评分吗？没有。小米9全系都是世界第3的相机啊，全部是4800索尼的那个主摄，没有。好，我们说27瓦快充吧，它只有22.5瓦。括号不支持无线充电。
刚才他们说的15瓦的无线充电啊，只是在最贵的某一个很小的版本里有。我觉得这款手机我们就不比了吧，差距太远了，对吧？跑分29.8万分 ，LCD 屏，背部指纹，1200万像素，加8枚的长焦，这不是人像啊，8枚的长焦。而且我们在这个相机里面堆料，我都已经把那一个所有配置列出来了。那个材料费里最贵的是这3个镜头全是6P 的啊，全部是闭环马达。可能这些大家不懂，但是没关系。要相信小米在小米9这款产品上的投入是巨大的，所以呢，我们内部争论很激烈，很激烈。这个经过了详细的核算和内部反复的讨论，觉得呢，我们再定原来的价钱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定到什么价钱合理呢？反正几天几夜的争论以后呢，大家定了一个这样的价钱。3299，这个，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揣了这样的价钱，但是下面有非常多的批评。我真心的想问，今天在场的所有的米粉们，3299，你们满意吗？你们真心满意吗？可是过去的几天，我真的是睡不好觉。我下了很大的功夫说服了我们所有的高管，我希望大家用200%的热忱，能回报所有米粉对我们的支持。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小米的旗舰系列定3000块以内了，最后的一次。但是呢，也希望理解我们小米永远不会放弃性价比的原则。我们在同等的性能下，一定是价钱最厚道的；在同样的价钱，一定是实力最强悍的。我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友商，也需要小米这样的创业和创新的公司，是吗？要不大家再看一眼那个比较。再看一眼比较，我觉得呢，我觉得友商做的也非常出色，但我认为这个世界也需要小米，也需要小米9这样的全能型的选手，因为国产厂商相互之间的友谊竞赛，能使中国的技术做得越来越好，中国的产品也越来越好。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里讲，我说各位，我原来是做软件的，做互联网，做投资的，我从来没干过硬件。我就是9年前觉得他硬件干得那，我才来做硬件的。当然，等我做了硬件，发现硬件太难了。所以曾经一度后悔怎么干了硬件这档子活啊。但是呢，干了硬件以后，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小米做了硬件以后，是不是所有国产手机水平都进步了，都提高了，价钱变便宜了，产品变好了？难道这就不是小米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吗？可能未来我们真的要从3299起了，但是我们最后一次为299鼓个掌。这一次呢，这边我们就不用我们的旗舰 Pro 跟他们的 Pro 比了，我们的12G 内存加256 3999，加上超酷的外观，加上7P 1.47的镜头，我们就不比了，好吗？大家为这个价钱欢呼了。这个没关系，这个价钱也厚到了不要的啊。6加128 2999， 8加128 3299，这个透明尊享版3999，买个码，不要买码了，不要。好，我们的今天的发布会的内容呢，就差不多了。现在呢，已经是下午4点了吧？好。我呢还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街头风的保护壳。很多人问我说：“你搞个袋子干嘛？搞个袋子干嘛？”这个袋子干嘛用的？
这个袋子是用来手握，用来看视频当支架用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处很简单，就是装酷的。装酷的。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在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我恳请大家呢再耐点心。其实我们的发布会才讲了一半，所以大家耐心一点，大家耐心一点，大家耐心，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我是已经有点累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啊。好，这个超酷的街头风的保护壳呢，49块，49块啊。每一次我们发布新品，都有很多人在下面跟我喊要小屏旗舰。我们公司呢也有一个小屏旗舰的铁杆粉丝叫林斌啊，哎呀，看到小屏就激动得不得了啊。这个呢，说实话，其实我自己的话呢，也挺喜欢小屏手机的，但是市场的主流在往大屏走，所以几乎所有的一线的公司呢，都只做大屏旗舰的，因为做小屏旗舰研发费用也很高。那个我们经过反复的思考以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小屏旗舰。小米9 SE 这一款屏呢是 5.97 寸屏，我记得早期 iPhone 第一代是 3.5 寸屏，是吧？我们大家理解的小屏呢是5寸屏，从4寸、4.5寸、4.7寸、5寸屏，今天的小屏旗舰 5.97 寸屏，你可能看数字很大，但是各位，这是19.5:9的屏。它显得纤细而修长，很漂亮。其实手机很小。好，它不仅仅是屏幕手机小，屏幕大啊，它是 5.97 寸屏。第二个，它的机身的宽度只有 70.5 毫米，它的厚度只有 7.45 毫米厚，它的重量只有155克。可能讲这个数字呢，大家看不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它跟小米6相比，几乎是同样的宽度，一个是 5.15 寸的屏幕，一个是 5.97 寸的屏幕。一个的重量是168克、155克，大家能理解它跟小米6比，几乎是一样的手机。屏幕更大，重量更轻，手感更为出色。因为小米6的粉丝很多啊，都特别喜欢小米6。可是这款手机呢，大小跟小米6差不多，可是它要轻很多很多啊。跟 iPhone XS 比较的话呢，就更明显了。也是几乎同样的宽度，屏幕更大，电池更大，重量更轻，手感更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重量。我们155克，它177克，重了15%以上，同意吗？在手上你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电池呢，它2658毫安时，我们3070，我们的电池也多15%左右。厚度呢，我们7.45，它7.7，所以整个手机呢比 iPhone XS 一样的大小，但是更薄、更轻，电池容量更大，屏幕更大。这就是我们做的小米9 SE。我们再比一下，小米9呢是 6.39 寸的，小米9 SE 呢是 5.97 寸的，有点像以前的5寸屏和 5.5 寸屏的大小，像以前的5寸屏和 5.5 寸屏。小米9 SE 呢，浓缩了、继承了小米9的所有的精华。好，我们来看一下小米9继承了哪一些呢？首先，定制的三星的顶级的 OLED 屏；第二个呢，支持了全息幻彩色；第三个，全线屏幕指纹；
第4个，索尼4800超广角3摄，有 NFC， 有红外遥控，加了18瓦的快充，它浓缩了小米9的精华。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定制的 OLED 的顶级的屏幕。这个最出色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么一个小屏手机里放了这么多的器件，可是它的指标依然非常的出色。它的额头只有 2.05 毫米，它的额头是我们所有小米手机里面最窄的，比小米9还要窄一些。第2个，它的下巴只有 3.8 毫米，比小米9呢多了一丢丢。他们说为什么多呢？是因为呢，它的屏幕小了以后，下面的排线的密度还是它的排线的数量是一样，所以它一定需要更多一点的空间来支持。第3个呢，屏占比呢到了 90.47， 小米9呢是 90.7， 这个是 90.47， 是几乎做到，这个外观呢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然后全线标配了第5代的屏幕指纹。我在微博上讲过，屏幕指纹呢比后背指纹呢，因为屏幕指纹目前只支持 OLED 屏，跟后部指纹比，同样的手机大概贵了150块，它的成本就贵了150。还有呢，全息幻彩色，经典的 2.5D 的玻璃机身，前后的康宁玻璃。也有3种颜色，叫全息幻彩蓝、全息幻彩紫，然后深空灰。它的相机呢是4800的广角镜头，800万的人像镜头，1300万的超广角。这个相机的话呢，我们做到了小米9的90%以上的功能。最核心的呢是用了6P 的索尼的4800的广角镜头，还保留了人像镜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索尼的4800，这个配置跟小米9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拍各种照片放大以后，连这个西红柿的绒毛，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小米9 SE 的拍摄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接近于小米9的。然后有1300万的防畸变的超广角啊，这是北京的歌剧院。然后在图书馆，然后拍建筑，整个都这个超广角也是非常好的。小米9配的是1600万的超广角，是117度角，这个呢是123度的1300万像素。虽然它的解析力不如小米9，但是呢，它的那个广角的度呢，比那个小米9还再大一点点。处理器呢，我们用了骁龙712，这是高通公司仅次于骁龙855的4旗舰处理器。这个处理器的性能呢也非常彪悍，这个处理器比友商3000多的旗舰机，说实话性能还要再高一档，就是骁龙712。这个如果你不是经常玩重度游戏，这个处理器的性能是绰绰有余的，它比友商的3200的这个旗舰手机用的670还要高整整一档，价钱也贵50%以上。所以呢，这是骁龙712的处理器，也是全球首发。我们跑一下分，它是187600分，对日常使用呢是绰绰有余的。好，我们看一下呢，小米9 SE 小屏旗舰它的整个配置和功能表。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拍张照。好，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小米9和小米9 SE。小米9呢用了骁龙855，这个处理器呢非常非常好。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实在是太贵了，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我们在做小米9 SE 的时候，选了一个99%的人都够用的处理器，骁龙712也是今天全球首发。那么对骁龙712来说呢，它其实比友商3299的那些机器配的骁龙670整整高了一档啊，整整高了一档。第二个的话呢，那个小米9的那个相机呢是4800加1200加1600，这边呢是4800加800万加1300。第三个呢，快充呢，小米9支持27瓦的快充和20瓦的无线闪充。小米9 SE 呢，为了厚度问题呢，它只支持了18瓦的快充和不支持无线闪充，主要是因为厚度，我们想把厚度控制在7.45。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前后 2.5D 的康宁玻璃的设计。这款手机也非常非常美，这是我们拍了一些真机的实拍图，它是整个手机行业里面最经典的设计，就是前后 2.5D 的玻璃，它的厚度只有 7.45毫米厚。这个幻彩纸这张照片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深空灰呢也非常的舒服，看起来。这一款手机在我们内部测试的时候是饱受赞誉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手机非常小巧，非常纤细，非常漂亮，非常舒服。这个后来我想来想去呢，我也问了所有试用的人，他们用了2个词来形容。他们就用这个手机呢，纤细优雅，爱不释手。其实3个月的试用里面，我有1个月是在用小米9 SE。这款手机给你的感受，绝对是你用了放不下。这个为什么？其实我昨天下午还专门找了小米9 SE 的设计师来问，我说你跟我说说你这手机为什么做得这么好看，而且好看到大家说不明白哪里好看。结果呢，他跟我讲了半个小时，我又一次被我们小米的设计师给震晕了。他首先跟我讲设计的理念，他说他做这款手机他是怎么想的。他说他这款手机的设计理念叫平常至极，因为他做的是一款经典设计，所以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把一个东西要做的平常至极的程度，有2句话他跟我分享的是，让你感觉不到任何刻意的设计。哎呀，昨天他讲完以后，我茅塞顿开。大家知道我在小米1代发布的时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讲了一句话呢，把我们小米公司全部搞 low 了。我讲了一句话叫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为什么呢？其实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是没有刻意的设计。这真的是，因为我在组团队的时候，各位能想象一下，我在创办小米的时候，我们在 co-founder 里面有两位专业的设计师，一位是刘德，一位是黎万强，他们都是专业设计师。各位知道我有多么重视设计。早期我们的产品做得不够美，那是因为我们小米的综合实力不够。绝对不是我们小米对设计的不重视。哎呀，昨天他跟我一讲，我说对，这就是我要的，就是让你感受不到任何刻意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他说第2点呢，就是要超越视觉的层面，说小米9很炫，小米9 SE 是款经典设计，你要超越设计的层面，体会那些细微的使用体验。就是你只有慢慢去体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小米9 SE 越用越好用。这是我们内部在前天的时候彩排的时候，大家对我的批评说，你真心要把小米9 SE 讲好，是因为小米9 SE 的体验远超了我们每一个工程师和设计师的预期，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好得惊人。所以我昨天是我前天晚上去找设计师，设计师在出差啊，在盯场，小米9的 SE 在爬坡。好，我请他专门回来跟我昨天下午讲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讲了一堆啊，我说我时间不多，你跟我半个小时讲明白。他讲了设计理念，我就跟他问他，我说你的手机咋长得这么好看，是为什么？结果他跟我讲，
它其实没有任何刻意的设计。他说，但是没有刻意的设计不表示我们没有设计，我们在这个设计里下的功夫是远超想象的。结果他给我画了几张图，我选了2张图给大家看一下，看得懂吗？当你觉得这款手机的后背很漂亮的时候，摄像头的位置它不仅仅是圆心对齐的，是这个摄像头的位置呢是按斐波那切螺旋线来做的。斐波那切螺旋线呢，大家可能不太懂，但是大家知道黄金分割数组吗？就是每一个数字等于前面2个数字的总和，然后这种黄金分割的数组做出来的图形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图形。然后从圆心出发，你看它的每一个都是就是用这条曲线做的。哎呀，我听他讲完以后震惊了。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手机美？我不知道美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全部符合黄金分割，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哎呀，这个小伙子在纸上给我画了这张图，后来我又逼着我们的设计师做了这张图。哎，它是一个，大家可以查一下百度知道啊。这是恨不得是小学数学里应该就讲过的数组啊。第2张图。他说你觉得这个 R 角漂亮，就是上面的圆角叫 R 角漂亮。他哪种这个 R 角我们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个 R 角是由12个不同尺寸的圆相切成的基3连续曲线。所以你觉得这个曲线美，在工程上它是一个工程的完美曲线，在工程上是没办法直接加工圆的，所以它是用不同的曲线去相切成一个弧形的。所以他们用了12个不同尺寸的圆相切成基3的连续曲线。所以呢，这款手机的美是在每个角度的。你看，从它的 R 角到水滴，再到它的额头、下巴、厚度，然后它的整个握感，然后到后面的颜色，到所有的摆放的细节，它可能设计的精细度远超了想象。这个我听他介绍完。平常至极，当然他说平常至极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也是世界上2位知名的设计师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让你感受不到刻意的设计。当你觉得美的时候，设计就悄悄地隐藏在这里面。这就是小米9 SE 整个设计的魅力。我们为小米9呢 SE 也设计了一个街头风的保护壳，因为它是小屏，所以不用担心摔下来，我们就把带子去掉了。把带子去掉以后也挺美的，是吧？把带子去掉以后也挺美的，尤其是配合这个壳以后的话呢，哎，这个手感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小米9 SE 呢，价钱多少呢？这也是感谢所有的米粉在过去的8年多一直支持小米，然后我们做一个经典款来纪念我们1999的时代。虽然呢，未来的小米9会放开这个2000块左右的这个价格，然后冲击中高端，但我们以此致敬过去所有米粉对小米的支持，谢谢大家。所以今天大家再回顾一下，要在1990里面要做背部指纹加150块，要做索尼4800万的相机，还要做到康宁玻璃，还要用骁龙712的处理器。哎呀，我就不数了，其实要求挺高的，而且还要找最好的设计师设计出来让你感受不到设计的设计。所以呢，这一款手机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出色。然后呢，有2个配置，664呢1999，6128呢2299。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92999起，小米9透明版呢3999，小米9 SE 呢1999。今晚18点呢开始预售，
所以呢，大家不用着急。然后26号10点呢，全平台开始首发，全平台首发，大家千万不着急，是因为因为呢，之前我没有做过硬件，我对大规模量产其实早期是经验不足的，以致呢供不上货。很多人骂我呢这个饥饿营销，其实真心不是的。这一次现货原因很简单，因为之前过年又耽误了2个星期到1个月，为了保证26号能够现货，其实1月初我们就开始生产了，1月初就开始生产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首先我们有提前量，第二个的话，小米呢有几百位工程师现在铺在产线上，正在忙量产。我相信呢2月26号呢，这个应该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当然，如果太火了的话，估计还得再抢。上次呢，小金刚首发呢，我们是2周不到供货了超过100万只，春节前，在春节前2周时间做100万只手机是很难的。我们在1月28号的供货就超过了100万只，但是呢，结果小金刚到今天为止还需要抢购，但抢购10分钟也 OK， 你只要卡准时间点，应该也都能买得到。所以呢，我想说呢，就是有时候缺货可能是跟需求相关的。但是小米今天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其实已经是世界级的了，所以有大量现货。而且呢，这一次的话呢，因为小米9的美，还有小米9 SE 的手感，如果不亲身体验、看图、看视频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呢，我诚挚邀请对小米9有兴趣的朋友呢，到小米之家去看一看。这一次小米之家呢下了巨大的功夫。前几天网上有很多泄密也有我们小米之家的那些加盟店的管理不善导致的这次呢，我们在小米之家呢做了大量的准备，欢迎这个周末呢大家到小米之家去逛一逛。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觉得旗舰手机向小米9走的方向是体验、感受和美，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看，光看参数、看图片体验不了。我们呢专门为小米9呢做了一些展示的东西，然后呢大家体验一下第一个展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展示点是我们在店里买了一个在油品商城买的小娃娃你们知道把这个娃娃干嘛用的吗？对，就让每一个消费者随便一拍，4800万的超解析力，能够清楚的看到头发丝、睫毛，能够清晰的看到衣服上的那个蕾丝边每一个细节。更震撼的是呢，还要让大家知道4800的超高解析力的手机拍出来能够直接打印海报。我们呢打印了2张海报，大家看一下，准备了吗？请我们的小米同学拿给大家看一看，这都是我们小米的同学的随手拍作品，随便你就能拍出这样的作品，然后直接就能打印这么大的照片，怎么样？所以呢，欢迎大家到小米之家呢去体验一下，就是很轻松就能打这么大的海报。所以今天的手机的强大之处呢，可能远超了大家想象。我们很多小米9参与测试的同学呢，就热衷于拍照。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以前不爱拍照的，自从开始参与小米9的测试，就开始无比热爱拍照了。因为发现拍出来的无论是人还是这个世界都变美了。所以当这个世界都变美的时候，你肯定会更热爱拍照了。好，谢谢谢谢。这个小米9的成色里面不仅仅有一个娃娃供你拍照，第二点，还有一个冒气泡的水池，是干嘛用的呢？是让你拍那个960帧慢动作的。
让你一键拍960帧慢动作，让你体会说2999的小米9能够很轻松能够拍出像雷总在视频上发布会上给你演示的那样的960帧的慢动作，包括配乐，一键就搞定了。还有，为了体现相机的暗光拍摄，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暗室，那个孔是专门放手机相机的，里面是全黑的，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把手机扣上去拍张照，你发现里面清晰可见。这个是让现场所有的人无比震撼的，就是我们摆了个暗室，这是暗室里面的照片，就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的？里面非常黑，几乎全黑的暗室里面用来展示的。好，是吧？小汤圆又激动了。下面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这个我们已经在微博上做过了，就是王源定制手机壳啊，这个小米，对，不要尖叫了，这才刚刚开始啊，这才刚开始，大家冷静冷静啊。这个上周礼拜三呢，我们举办了一个小活动，就是关注转发小米手机的微博账户，然后王源呢会是吧？担任代言人以后呢，送100个王源的定制手机壳。为了怕大家手机型号不对呢，附赠100部小米9啊。所以我看有400-500万人转发，我相信在座的肯定都转发过了啊！谢谢大家啊！小米9的拍照有多厉害呢？这个王源也为小汤圆们呢送上了一组小米9拍摄的王源的广告片啊，大家来一起看一下。这就直接用手机拍的，这不是相机拍的啊。其实很多啊，我先放3张，回头在微博上发，好不好？所以呢，我知道你们是为王源尖叫，我是在惊叹小米9的拍照啊。因为今天的那个自拍，我实在没有时间讲小米自拍有多好啊。我也就请王源拍了一组自拍啊，这王源自己拍的。对，我发现刚哥自拍水平还可以。所以小米9的自拍呢也非常非常的出色。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啊，我们还有王源定制主题，真正需要尖叫的还在后面，大家别叫，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啊，还有更精彩的，你们这个尖叫都让我没办法讲了，我觉得王源太受欢迎了。好，我们来看看王源的下一个啊。王源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每个时间段王源都有不同的这个表达。你看啊，第一个，跟我一起嘴角向上，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吧。好，到了中午的时候呢，王源会跟你说，放慢生活的脚步，一起来聆听音乐的美好吧。好，到了晚上，晚上好。辛苦了一天，好好休息休息吧。其实一天24小时都有不同的表现啊，都是视频的。还有那个王源，在呢，
有趣的灵魂来陪你了。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送你一首生日歌，祝你今天最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小米9的代号呢叫战斗天使。我们在抖音上呢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我和王源呢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总奖金额呢100万，寻找呢真正的战斗天使，主要是找那些长得好看、超级能打的各路达人，然后在抖音上的一个比赛，会非常有趣，欢迎有才艺的同学呢，可以在抖音上参加这个活动，一起表达一下。下面的话呢，我们请王源呢也拍了一个发起这个活动的视频，放一下视频。嗨，我是王源，我们正在寻找长得好看又超级能打的战斗天使。哇，你长得这么好看，审核通过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我是军哥，你看这个球多远？不服来战！这是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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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源。谢谢雷总，谢谢欢迎小米，欢迎。看了这些视频，你什么感觉？这是高手，这真的是高手。我跟王源呢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100万寻找战斗天使的选拔赛，这个主要呢找各路高手表演。我跟我们市场部讨论的时候，哎呀，我说抖音上那个手指舞，哎呀，这个怎么还有那么表演那么出色的人？后来我们发现呢，其实有各路的高手啊，长得好看又超级能打，跟我们小米9一样。所以呢，我跟王源商量呢，我们就一起发起了这个活动。这个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正式宣布100万寻找战斗天使的挑战赛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希望那些长得好看又超级能打的你，赶快踊跃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赢取100万的大奖。好，谢谢王源啊！因为那个安全的原因呢，我就请王源先退场了，也请小汤圆们能理解，好不好？好，谢谢王源，谢谢。那在这里再次谢谢雷总，谢谢小米，然后谢谢所有到场的小汤圆们、米粉们，谢谢你们，还有所有看直播的观众，好，支持小米，拜拜。好，谢谢啊，谢谢。
我们的发布会呢，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内容，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小汤圆们，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对，我们米粉还在吗？对，后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在后面啊。好，今年我们小米推出了双引擎战略，我们把 AIoT 列成了跟小米手机并列的重要战略方向，并且呢，提出了一个战略，在未来5年里面至少投入100个亿人民币，来推动这个双引擎战略的实施。好 ，AIoT 呢就是 AI 加 IoT 加物联网啊 ，AI 加物联网。我们的 AIoT 的战略是什么呢？他们叫14X， 就14X。一呢是以手机为中心，第二个呢加4个枢纽型的产品，就是小爱音箱、路由器、电视、笔记本，加 X 个生态链产品。所以他们的战略呢是14X。小爱音箱呢已经成为了小米 AIoT 战略的枢纽级的产品，它的重要性我就不讲了啊。关键我要讲的是今天小爱音箱带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产品——小爱触屏音箱，酷吗？就是小爱开始有触屏了，有触摸屏。它是一个更好的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因为它有屏幕可以触摸。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体验啊。小爱同学开灯。好的，打开台灯。方便吗？你调灯就这样调就可以了。好，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带摄像头的门铃，直接就接到小爱音箱上了。如果有人一按你的门铃，马上你的小爱音箱上就会显示它的头像。你可以决定是吧对讲还是不对讲，所以非常的方便。还有这个它作为一款时钟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显示各种各样的，摆在桌子上呢也非常的漂亮。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自定义的闹钟，叫千方百姓的叫醒你，用各种视频、各种动作来看看啊。现在是上午6点半，该起床了。起床啦！快点起床啦！不上班不挣钱，你家有矿啊！快点起床！他们有很多创意。OK， 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子相框，摆在桌上是电子相框。小爱同学，我想看去年3月的照片。好的，为你找到去年3月的照片。OK， 它具备海量的内容，它就像一个4英寸的小电视。当然，我一直表示怀疑啊，谁会在这上面看电视呢？但是呢，它的确有这个小电视所蕴含的所有的视频内容。有一个完整的视频来介绍一下我们小爱触屏音箱。小爱音箱有了屏幕，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它可以显示时间、天气、音乐、视频，还有更多功能。看得见的生活助理，服务你的每一天。起床啦！快点起床啦！小爱同学，我在。早上好。早上好。小米9发布会将在2019年2月20日。小爱同学，播放我的歌单。QQ 音乐曲库为你贴心推荐。当然，还有海量爱奇艺视频资源。小爱同学，番茄牛肉怎么做？小爱同学，我想看动画片。寓教于乐的儿童内容，带孩子找到世界的答案。小爱同学，
给女儿打电话。妈妈，我给你买的衣服收到了吗？免费语音通话，1句话即可接打。智能家居看得见，语音或触屏都可以控制智能设备。小爱同学，看一下宝宝。连接智能摄像头，时刻看见牵挂的人。小爱同学，晚安，晚安。小爱触屏音箱，好听更好看。还有壳，待会儿。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爱的触屏音箱。2月28号呢，开启公测，价钱多少呢？我们先保密，保证超预期，好不好？那么2月28号开始公测，因为小爱音箱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技术，但是同时呢也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测试和参与，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一点点耐心。我们2月28号呢开始公测。所以呢，我们现场邀请所有的米粉参与小爱触屏音箱的测试，每个人送1台。好，谢谢。我知道只要送礼，大家就会说那个我们牛逼啊。这个凭兑换码到小米商城 APP 领取，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9战斗天使超级能打。刚才一激动呢，我少了一个环节，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小米9 SE 啊？超漂亮！哎，就这。来这边。什么？好，那个我们待会儿一步一步来演示啊。所以呢，它的手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拿起来的这个动作，哎呀，他们说叫优雅，我说示范一下是这样，叫帅不叫优雅是吧？所以呢，其实呢，那个说实话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对这种小屏手机的握感的体验会是无与伦比的。好，那个我呢再把这个手机壳拿了。哇，太炫了！还有动态壁纸，24小时每一个小时都不一样的动态壁纸。这个屏幕是不是非常非常美啊？关键问题是手感，是它的握感，无与伦比，叫平常至极的设计。这个非常舒服，而且很薄。对，我那个以前演示是这样演示的，很薄的。这个当然这个薄跟小米9的薄不一样，因为它是做的小屏手机。小屏手机的设计难度是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要塞3000多毫安时的电池，3个摄像头，还有其实是5个摄像头，是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屏幕解锁啊，对整个体积占用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为什么别的公司都越来越不做小屏手机了，或者做的小屏手机都越来越厚，其实就是因为难度提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小米9 SE。好，发布会呢到这呢已经是小米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发布会。我们先办了7天的微博连续剧的发布会，加今天超长时间的发布会，现在已经快5点钟了。虽然呢晚了1天，还是代表小米公司祝大家新的1年里面事业进步，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再见，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正面的屏幕啊，正面的屏幕的话呢，通透感依然是很强，而且整个的从 UI 的设计上来说呢，小米也是比较讨巧的啊，采用了一个上半部的这个暗色调的设计。那么上半部的暗色调设计